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项目。那么这个项目的话，主要是图片到这个 3D 场景的一个生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一张图片，那么它可以生成这个图片对应的一个 3D 模型这样的一个项目。那么类似的项目，我们在很早之前发过几个，但是当时的项目其实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这个模型生成呢还是差点意思。如果只看正面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把模型转个面的时候，尤其是背面的时候，它就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之前的项目其实不太实用。那么今天这个项目的话，我试了一下啊，不管是正面、侧面还是背面，那么生成的模型呢都是比较完整的，效果也不错。那么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使用价值，大家如果有类似需要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下面就不说了啊，这个项目我们直接来看例子。那么它这个包是6G 啊，还是比较小的，大家可以自己下一下。下载完之后呢，还是启动。这个稍微等一下啊，它需要加载一些模型。好，已经加载完了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那么点这个地址，好，我们打开它这个使用界面啊。这个界面呢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，还比较简洁的。待会儿我们一边做一边说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选一个例子。大家看它这边呢有2个，它给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图。这个图呢我们可以通过手动来生成，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你肯定是只有图片，那么这边是没有的，这边呢需要我们去手动去生成。怎么生成呢？我们先把它擦掉。那么这边啊，你可以在这上面去框，这样的可以框多个物体啊，这样框啊，比方说我点这个，那么它就可以把你框中的这些物体呢，去生成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样式，就这个样子的。这个也就代表我们待会儿点这个开始按钮的时候啊，它会把我们选中的这些物体呢，把它做成一个对应的 3D 模型。我们为了这个加快的时间啊，因为你这边选中的模型越多，我们最终可能生成需要的时间就越长。为了我们省点事儿，少选2个，点这个把它取消掉，然后我们选中间这个椅子。大家看到这个椅子上呢是有一条狗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就用这个点一下，大家看到这个椅子上面这边有个狗头，是吧？那么说明它把这个椅子上面的东西呢就全部选中了。这边有一个这个勾啊，它默认就是勾选的，这个大家不要动。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选项啊，这个选项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调整，也主要其实就是第一项，就是假如说你这个特别的贴近这个边界，你就把这一项勾上。咱比方说这个，它其实也不像，我给大家找一个例子吧。这个图的话，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了是吧？这边有个桶，这边有一朵花。那么这2个东西呢，在图片上呢，它就贴近这个图片的边缘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你这边把它框住之后呢，它可能这个线呢就跟那个边界特别近，那么这边呢可能生成就会出错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这要勾上，它就是用来干这个的。不过大部分情况来说，你可以默认勾上，当然也没什么太大影响，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考虑。那么我们还是翻回我们刚才的这个第一个例子，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。这边稍等一下，它这个时间呢还是需要一点的。好，跑完了啊，我们看看效果。那么这个椅子还有上面这条狗，它这个做的都是比较精致的，像素度非常的高，跟这个原图啊，大家看一下是吧？这种效果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，而且这个侧面、背面，包括底面啊，几乎都看不出来太大的漏洞，这个已经具备很高的使用价值了。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，那么这个项目确实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，它可以放大缩小，你可以放大看细节，还是不错的。当然，这个项目呢有它自己的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非常明显，大家看到它这个没有颜色，然后也没有光照啊，因为它这个项目目前为止呢还不能生成这个相应的纹理贴图，这个呢我们只能看一下它这个后续的更新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资源的占用啊，大家可以看下这个时间。那么只有这一个椅子的话，大概花了47秒，当然这个时间呢还得再加1分钟。走完进度条之后呢，它又花了1分钟时间把这个模型再出来，那么可以说总共花了1分47秒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项目如果说你真的想顺顺利利的跑的话，那么你需要16G 显存我这边12G 也没有问题啊，跑的速度其实也能接受，是吧？花2分钟时间出这么一个模型啊，我认为还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这个跟这个模型的数量也有关。比如说我这边呢只勾了一个这个椅子，对吧？假如说你把这些模型都勾上了啊，那么这个时间呢肯定有增加，不是说只是说多一个的多1分钟啊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可能是翻倍涨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呢，就是在这个配置不是很足的情况下，比如说像我这个12G，那么你就一次生成一个模型，这样速度非常的快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内容基本就这些，大家拜拜。